日本金毛狮王被击倒一次不服输，非要被 KO 才善罢甘休。送上门的人头，中国选手岂会拒绝？拿着重拳狂砸日本人的狗脑袋，劫后趴在擂台上一动不动，当场猝死。刚才暴揍日本人的中国选手不是别人，正是被誉为日本选手克星的王鹤松。他来自河南自幼习武，后进入国家散打队。王鹤松所迎战的对手95%都是日本人。来华挑战的日本选手听到王鹤松的大名，纷纷举白旗弃赛投降。那是因为王鹤松打日本人真的太狠了，根本不给日本选手留有任何活命的余地。偏偏有一位日本选手不信邪，不顾所有人的劝阻，非要来到中国点名挑战中国英雄王鹤松。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王鹤松要是不给他点颜色瞧瞧，这家伙是真不知道王鹤松对待日本人是有多残暴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比赛正式开始。日本金毛狮王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一上来就表现出了很强的进攻欲望。别看现在王鹤松很冷静，真要是动起手来，不知道金毛狮王能不能顶得住。来充分的发挥他这个空手道的技艺的。对，这个吉生空手道不止拳厉害啊，他腿也非常厉害，腿也很厉害。然后他们这些日本选手，我刚刚讲过啊，出门都一定要戴口罩啊，怕空气有毒。然后口罩拿下来呢，他的鼻梁还会再夹一个呼吸器，特别的奇怪。哎呦，这个转身腿接边拳很好用的。对哦，但是我们的王鹤松，他是日本的克星，他今年1月才在日本跑去日本 KO。为什么王鹤松被称为日本人的克星？就是因为王鹤松打日本人太狠了，还曾单枪匹马闯入日本东京，仅用1回合就 KO 了日本最引以为傲的日本拳王青狮王。没想到王鹤松刚回国就被日本选手藤冈裕平盯上了。藤冈裕平，对，那去年底他也跟荷兰的苏利南的好手马克皮克对决，打得不错，只是说被搂爆扣分了，有点可惜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藤冈裕平好像技术发挥的，看上来以后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自信。王鹤松好强，后手拳啊！我们来看王鹤松有着非常扎实的散打功底，对，他应该可以如法炮制。持续的拳脚进攻打得藤冈裕平活蹦乱跳，无奈只能进入王鹤松内围进行躲避。看来王鹤松打的还是太轻了，进入内围就以为没事了吗？王鹤松照样可以拿着拳头狂砸日本人的狗脑袋。绰号金毛狮王的藤冈裕平是以凶猛的爆发力闻名于拳坛，不知道会不会对王鹤松发起一波接一波的猛攻。哎，打肋骨出来了，有效有效！再一次，藤冈的身高1.82米，王鹤松的身高呢是1.80米。哇！这一记拳，王鹤松这个后手拳呢，用抡的特别有力啊。我一个转身边拳也不错。藤冈也用了一个转身边拳。这个时候双方开始僵持。没想到这家伙竟然会舍身踢，不知道是不是偷看韩飞龙训练偷来的武功招式。然而这并不影响王鹤松实施进攻，重拳衔接重腿打的日本选手有点难以招架，每时每刻都在被暴揍的日本选手已经无力实施反击，即便是在逼近王鹤松内围做动作，但王鹤松根本就没有轻饶日本选手的想法。是，这个时候站在恍惚，再来，果然同一个位置，现在机会来了，王鹤松不能犹豫，继续要逼上去打。现在藤冈有些迟滞了，是，但是王鹤松自己的后手要拿高，他出现了空击的这种状态。哎呀，两个都前脚在做试探。王鹤松刚才没有主动的打上去。这个一般人啊，吃了这一拳可能会倒，但是今天的你的藤冈裕平吃了那么多拳，真的是不错。回合结束了，要不是日本选手的抗击打能力略强一些，王鹤松绝对早已经把金毛狮王放挺了。精准的重拳重腿加上无限制的压制，让藤冈裕平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感。多亏了强烈的抗揍能力，不然金毛狮王此时此刻已经躺在担架上了。这种迎击啊，让田中是猝不及防。踢腿，再击扫，击腹以后留出了空档以后，王鹤松并没有上前。对。但是我觉得拳套这个空心部位打到对手身上，尽量用拳锋。第二回合开始了，前面3分钟只是在试探日本选手的深浅，并没有使出全力。那么第二回合的藤冈裕平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，重拳重腿打的日本选手有点摇晃。不过超强的抗击打能力给日本选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作战环境，最起码不会被王鹤松光速 KO 掉。就是半道以后起来继续比赛，打了这个藤冈啊，没脾气了。他这个摔还好办一些，关键那几击全打上去以后，真的让他有点发懵。我刚才说了，可以多摔啊！我们的全新时代擂台比较硬一点了，再多摔几次。现在压力很大，藤冈裕平有点没办法了。
打不过就踢裆，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日本选手的习俗，还是赖以生存的方式。虽然王鹤松在短时间内无法终结日本选手，但日本选手在这期间绝对挨到了不少的揍。KO 不了日本选手，那就把日本选手打残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往死里打就对了。王鹤松在等，对，王鹤松在等。那相较之下，就藤冈裕平的拳跟腿的威力就还不够啊，所以我们的王鹤松不会怕。打在了拳击手套上。好，再一次，再摔一次。其实这个是藤冈。王鹤松不仅可以见招拆招，而且还可以做到100%命中，重拳重腿，无时无刻都在往藤冈裕平的狗脑袋上打。毕竟日本选手是来复仇的，当然要打出复仇的气势来。不过王鹤松的精准击打让日本选手吃了一次又一次哑巴亏，只是消耗对方。那刚才再说一次啊，他 KO 秦始的这个打肋骨的拳是直拳，用直拳打上去，不是今天这种抡的。直拳的穿透力会比较够一点啊，所以今天再试一下后手直拳打肋骨。感觉让王鹤松打日本选手是毫不惧色，而且打的是所剩的时间不多了，全程被暴揍的日本选手依然很顽强，还在对王鹤松发起主动出击。看来王鹤松还是没有彻底将藤冈裕平打服，仅凭一个日本人的克星，并不会让某些日本人害怕，必须往死里打，让所有日本人都看到王鹤松的残暴，这些欠收拾的日本人才会畏惧王鹤松。打到他的这个左颊上，对，刚才这前手平勾有效的重击啊，好的，后脚的扫踢也是有效啊，一套丝滑小连招成功将日本选手放倒。重新站起来的日本选手并没有直接放弃，而是走2步调整一下状态。深入啊！没想到没想到这个藤冈终于上当了。对，会不会拿下今天第2次 KO 了？他居然跟上去了，这是很危险的呀。对，希望这一场啊也是拿一个 KO 太漂亮了。有机会被打晕了，有，应该解决战斗了。重新投入到比赛之中的日本选手又遭到了王鹤松的重拳袭击，这一次放到彻底将日本选手打背。从比赛一开始到现在2次被击倒，日本选手已经挨到了很多重拳，狗脑袋已经被打崩掉了，懵懵的就站起来了，没有了。负隅顽抗换来的确实被打死，日本选手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就跟被打死一模一样。王鹤松果然够狠，真的是一点情面不留。医生急忙上台抢救藤冈裕平，生怕这家伙在擂台上死掉，毁坏了赛事方的名誉。王鹤松果然非常厉害，深谙这个日本选手目前的心理状态，他采用一个诱敌深入的吧，立刻爬起来。藤冈还是多少粗了一些，技术上确实粗糙了一些。最终王鹤松获得了胜利，藤冈裕平被抬下去抢救去了，不知道能不能抢救得过来。通过这一场比赛，让日本人看到了王鹤松的残暴。王鹤松不仅是日本人的克星，更是日本人最害怕的中国大魔。